Hello，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个发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公寓的灵异故事。故事是网络分享，再经过精心的调整改编哦。那么把灯关上，被子盖好，我们开始咯。今天身为设计师的我和同事冰皮又加班了。通常我们加完班后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。由于宿舍离公司非常的近，我们都会步行回去。如果明天那个图还要再改的话，我就直接辞职不干了啦。就是啊，改到最后像屎那样，早知道一开始随便画就好啦。你每次都这样讲，结果最后还不是每次都画到美美交差。说着说着，我们已经回到公寓小区了。一如往常的，我们遇到了那位男生。哟，又加班了啊？今天好像比平时更晚呢。这个男生跟我们住同一栋公寓，每次加班回家都会看到他坐在公寓入口的沟渠旁玩手机。因为他每次都穿着白色的 T 恤，身材又很瘦，我跟冰皮就偷偷给他取了个外号，叫白粉子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们私底下这样叫，他完全是不知道的啦。哎呀，你知道了还问，欠揍啊！对呀，每次都看到你坐在这里玩手机，你很得空哦。我是在干大事，你们不懂的啦。你最好是嘞，我们要回去睡大觉了啦，晚安。而当我们发现他究竟在干嘛时，已经是好几个月后的事情了。之后的生活每天就像复制粘贴一样，起床吃早餐，做工加班，回宿舍睡觉。当我以为枯燥乏味的生活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时候，一件出乎预料的大事发生了。这天晚上，天空下起了滂沱大雨，照惯例的我又加班到了凌晨。但是今天冰皮哪假，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在大雨中撑着伞，狼狈的跑回宿舍。有够烦欸，雨下这么大是怎样啦？那个人不是白粉子吗？好久没看到他了欸。奇怪，他傻了吗？干嘛坐在那边淋雨啊？下这么大雨，你在这里干嘛？赶快去后面躲雨啦！啊？你在哭吗？怎么啦？你赶快先去那边躲雨再说啦！当下的我吓到直接拔腿就跑，我挤出所有的勇气转头一看，结果发现白粉子的脸变得残破不堪，满脸的血，不停狂跳的追在我身后。我冲到了电梯门口，疯狂的按电梯按钮，快点开，快点开，快点开呀，快点开！幸运的是，电梯门很快就开了。我冲进去，又是一顿狂按关门，快点关，快点关，快点关！就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，忽然间，电梯门传来超大声的捶门声，甚至还听见了白粉子一直说着：“钱，快给我钱，我要钱！”当下的我脑袋一片空白，完全无法进行思考，眼前慢慢的陷入了一片黑暗。当我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了床上。我还因为发高烧，连续请了好几天的病假。之后，我询问了周围的邻居，才知道白粉子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，在1个星期前，白粉子跳楼自杀了。听说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沉迷网赌，由于无法偿还巨额赌债，倾家荡产后一时无法接受，选择从公寓的17楼跳下。原来每晚他在楼下干的大事就是网赌，最后还把自己的生命也赔上了。
事情发生不久后，我因为阴影太大，就跟公司辞职了，满脑就想着要立刻离开这间宿舍，离得越远越好。后来冰皮也受不了一直加班，也辞职了。而听他说，当初我们住的那片公寓小区，也已经越来越少人住了。我想，或许是因为白粉子还留在那里的缘故吧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记得要爱惜自己的生命，一定要远离任何形式的赌博哦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故事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星星的频道哦。那么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喽，拜拜。